那么据相关研究显示，受害人平均要有7次的反复，才有可能彻底的摆脱暴力关系，这是多么的艰难。所以家庭暴力就像黑洞，它吸走了受害人所有的勇气、力量、信心。那么在我办理的案件当中，最长的是遭受了40年的家暴，依然没有办法摆脱。大家好，我叫李莹，是一名律师，也是公益机构原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我从业已经20年，办理了超过500起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包括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案件。那么为数千名遭受困境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在2002年的夏天，我进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研究与法律服务中心，成为那里的专职成员。因为热爱法律，我放弃了原本的公务员工作，重新回到校园修读法律。那么在2004年，正式成为一名职业律师。我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家庭暴力案件。这是一位中年女性，被丈夫打断了胳膊，并赶出家门。她像秋菊一样，到处找说法。那么我见到她的时候呢，她手上的绷带已经变了颜色，神情憔悴，但是眼神坚定。最后，我帮她打赢了官司。那么这也是我从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开端。也通过这个案子，我了解到家庭暴力的严重性以及女性的困境。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能为他们提供服务，让他们也有能力与不公抗争。20年的过程，我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也感受到了柳暗花明的愉悦以及胜诉的欢愉。但总体来讲，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之路依然任重道远。那么在我看来呢，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呢，是现实需求多，而专业的服务机构少。就家庭暴力的专业性服务机构来讲，到现在不足100家，专职从事反家暴工作的也就10-20家。第二呢，是专职的公益律师数量极少，而且专业能力不足。那么就目前而言，从事公益的律师不足100人。此外，性别暴力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它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那么也需要对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以及性别理念。而且对性别暴力的受害人来讲，他们的困境不只是经济困难，所以一般的法律援助是没有办法满足其需求的。正因为如此，在2015年的7月，我发起成立了具有法律资质的公益机构原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我希望以法律为武器，并辅之于综合性的支持，能够帮助到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对我来讲，一个是律师，同时也是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这样双重的身份让我得以有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多元化的方式来开展这项工作，也成就了我近20年非常独特而丰富的妇女权益保护之路。我至今也为我的选择而自豪。在机构成立半年后呢，是201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我接到了妇联的电话，说有一位女性被丈夫家暴逃了出来，而且带着3岁的孩子。那么目前已经被安置到区妇联救助站的妇女庇护中心，希望原众提供法律服务。这位女性就是冬梅。那么她是一名80后，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遇到田强以后呢，田强如父如兄的照顾，
让冬梅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全感。所以当田强跟他说不要毕业证，跟我出来赚钱吧，我给你一个家，冬梅就毅然放弃了还有1个星期就能拿到的毕业证，跟田强来到了北京。但是田强并没有像他所说的让冬梅成为他的妻子，他们只是同居。不久以后呢，冬梅怀孕了。在怀孕4个月的时候，田强第一次对冬梅家暴，此后没有再停止过，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长期遭受家暴之后呢，冬梅在想，是不是结婚会让我的境遇好一些？所以在女儿8岁的时候，她和田强登记结婚。天真的冬梅没有想到，其实婚姻并不可能给她带来保护。其实在一些层面上来说，夫妻关系可能会成为家庭暴力的便利。所以结婚后，冬梅的境遇并没有改变。田强对她实施不光是有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啊，她先后流产4次，还有对她的人身限制。冬梅作为一个销售代表，要经常跟客户谈生意，但是她在去见客户之前，必须向田强报备，获得他同意后才能够出家门。而且呢，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创收者，冬梅要把所有的银行卡上交给田强。田强每周给他200块钱，让他安排一家人的生活，而且每一笔花费都要记账。一旦他认为钱花多了，就又是一顿打。那么在这样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关系中呢，冬梅开始归因于自己，并合理化田强的暴力行为。她甚至觉得，是不是自己没有能够给田强生个儿子？是不是自己生了儿子之后，这样的一个暴力的遭遇会好一些？所以在女儿11岁的时候，冬梅生下了儿子。重男轻女的田强确实非常高兴，也对冬梅好了一阵子，但是很快又故态复萌，而且田强还出轨了。在2016年初呢，冬梅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田强却觉得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而且因此对冬梅施暴。这10几年的对冬梅人生和尊严的碾压和践踏，让冬梅再也忍无可忍。那么就在2016年的2月14号，冬梅开始第5次出逃，所以找到了袁仲。冬梅找到我们，她提出的主要诉求是2个：第一个离婚，第2个是获得2个孩子的抚养权。尽管冬梅遭受了10几年的家庭暴力，但是她从来也没有报过警，而且也没有主动的收集过证据。因此她被家暴的证据是非常少的。我们看到她的这个诉求以后呢，我们的首要方案是希望能够与田强协议离婚，但是田强坚决不同意，所以呢，我们只能提起离婚诉讼。但是提起离婚诉讼呢，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就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如果是第1次离婚，而且对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话呢，是很少能够直接判离婚的。那么只有符合当时的婚姻法的相关的规定就是有法定的离婚情形的情况下，法院才直接判离。那么这个法定的离婚情形当中，包括家庭暴力。如果是法院能够认定田强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那么冬梅才有可能直接离婚，直接判离婚。因此我们把这个案件的证据收集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策略。那么在法律上认定家暴需要哪些证据呢？包括报警记录、告诫书、向相关责任部门投诉的证明或者资料、医疗诊断证明、伤情鉴定书、伤情照片、录音录像、聊天记录、邮件等，还有包括施暴人的悔过书、保证书、邻居、亲友、子女的证人证言等等。
那么对这个受害人来讲，搜集这些证据还要符合3性的要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就是说这些证据一定是真实，而且是合法取得的。那么关联性就是这些证据必须与家庭暴力有关联。那么在我们推动冬梅办理离婚诉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冬梅申请了北京市的第一例人身安全保护令。2016年3月1号，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那么在这个法律里面呢，有2个非常重要的处置机制。第一个就是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那么这个告诫书主要是针对不足以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轻微家庭暴力。那么这个告诫书它既是一个对施暴人的约束，那么同时也可以作为家暴产生的证据。那么第2个就是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人如果是遭受家庭暴力，或者是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性的话，都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呢，主要包括禁止家暴、禁止跟踪、接触申请人以及近亲属，甚至包括要求被申请人及施暴人搬离住所。可见呢，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受害人获得人身安全保护的一道防火墙，同时它也会对离婚案件起一个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在2016年3月1号反家暴法实施当天，帮助冬梅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由于这个是北京市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法官非常的慎重，直到14天后才签发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而且是以有家暴的现实危险性作为事由签发的，所以并没有直接认定田强构成家暴。那么这也为下一步冬梅在处理这个离婚案件的时候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很快呢就庭审了。那么果不其然不出所料这个田强对他的家暴行为予以全部的否认，而且对所有的证据都不认可。那么尽管呢我们律师为这个冬梅收集相关的证据尽了很大的力量，但是从当时法官的态度来看，要认定可以直接判离婚的家庭暴力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离婚只能是调解。那么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呢，田强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首先，他要3岁儿子的抚养权；那么第2，他要绝大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冬梅都答应了。我当时很着急我说冬梅，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必要我们在财产和子女抚养上做出妥协，因为即使第1次不判离，半年后我们还是可以离婚的。但是冬梅跟我说，她说李老师，别说半年，我1天都忍不了，我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只要能够离婚。所以因为冬梅的这样一个妥协和让步呢，在当天庭审的当天就出具了离婚调解书。我看到了冬梅拿到调解书后的释然。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很高兴，我们祝福她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反转来得非常的快，大概是收到离婚调解书后半个月，冬梅的女儿突然哭着给我的同事打电话，说冬梅回到了田强身边。我当时听到以后特别着急，因为我非常担心冬梅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我想方设法联系到了冬梅。当时是通过视频微信跟她联系的，是田强接的。那么在视频里面呢，我看见冬梅坐在板凳上在洗衣服，她没有抬头。她跟我说，小儿子生病了，天天哭着喊要妈妈，她不能不管。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知道冬梅的决心已决，所以我就跟田强说：“我说希望你珍惜冬梅，如果你再家暴，我们跟你追究到底。”田强把电话一下子就挂了，而且把我们拉黑了。看到这个情形呢，我们年轻的同事啊，当时就哭了，因为他呢，在40天的这样一个陪伴过程当中，他陪冬梅，出庭，陪冬梅做人流，陪冬梅哭，陪冬梅笑。所以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他说我连轴工作了40天，没有想到回到了原点。所以我安慰他，我说我们没有回到原点，因为他们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冬梅知道他背后有我们，田强也知道冬梅的背后有我们。我们为冬梅的遭遇唏嘘的同时，我们确实要问，为什么受害人难以离开？那么首先呢，是在长期遭受家暴的受害人当中，他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我们叫受暴妇女综合征。那么受暴妇女综合征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习得性无助，而且有受暴妇女综合征的受害人，他长期处在一种恐惧、焦虑的状态，他的内心是瘫痪的，他没有自信，也没有勇气离开暴力环境。那么此外呢，还有客观的困境，比如说文化的约束，家丑不可外扬，很多人认为家暴是家丑，那么这种家丑的耻感，或者是担心子女离婚后，因为是单亲家庭而受到歧视，那么让他们产生很大的一个阻碍。那么第二是经济困境，很多的受暴人，他们收入不高，甚至没有收入，没有办法单独的抚养子女。那么此外还有社会因素，公权力介入法律，社会支持系统不足，那么让我们受害人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助感和孤独感。那么还有就是家暴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暴力周期。那么暴力周期一方面它的特征是家庭暴力它会逐步升级，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在一样的一个暴力状态，那么它会有3个周期。首先有一个叫蜜月期，第二个是矛盾寄居期，那么第3才是暴力爆发期。那么在蜜月期的时候，施暴人会给受害人买小礼物，会认错，会送花那么也会给受害人带来幻想，认为施暴人是爱自己的，施暴人是可以改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幻想也很难让他们离开暴力环境。那么据相关研究显示，受害人平均要有7次的反复，才有可能彻底的摆脱暴力关系，这是多么的艰难。所以家庭暴力就像黑洞，它吸走了受害人所有的勇气、力量、信心。那么在我办理的案件当中，最长的是遭受了40年的家暴，依然没有办法摆脱。所以我们看到家庭暴力的本质就是权力控制。那么施暴人通过暴力让受害人对他臣服，听命于他。而且家庭暴力往往只始于一次推搡或者一次谩骂，但是如果是第一次我们没有有效的应对的话，未来可能会有无数次。而且家庭暴力没有易发人群，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家暴的对象。为了让家庭暴力受害人呢摆脱糟糕的暴力的关系，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其实是在不断进步的。早在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就出台了我们国家首个反家暴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首次规定禁预防和禁止家庭暴力，那么这也是反家暴法首次写入法律。在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2014年，两高两部颁发了关于依法办理未成年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那么这个是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特殊保护。
在2015年两高两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那么这是对家庭暴力刑事犯罪的非常完善的细化的一个规定。那么在2015年，我们的反家暴法出台，在2016年的3月1号正式实施。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反家庭暴力法制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去年的2022年呢，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首先呢是扩大了保护对象，包括这个前配偶，包括恋爱关系都纳入到了家庭暴力的保护范畴。那么再就是降低了保护的门槛降低了证明标准。第三呢，增加了保护的内容所以法律的这个规定给受害人的保护获得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我下面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事实上，海花的故事发生在冬梅的故事之前。那么我也是希望大家在对家庭暴力有所了解，就是在心理上有所准备的时候讲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以暴制暴杀夫的故事。一个长期遭受丈夫家庭暴力的妇女，用铁棍和菜刀杀死丈夫。这位妇女就是海花。那么我是海花的辩护律师。那个是2014年的年底，当时海花的弟弟找到了我，说他姐姐杀了姐夫，希望我能够帮助海花。当时海花的案子已经到了法院，而且很快就要开庭，所以事不宜迟，我马上就去到了海花所在的城市，先走访了海花的兄弟、亲友、同事，甚至领导他们帮助我还原了海花的人生历程和受暴过程。那么海花呢，是出生在我们西南非常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很早就辍学了，15岁的时候就到沿海的城市打工，17岁就认识了丈夫沙宝，18岁就与沙宝同居并且怀孕，在怀孕只有2个月的时候就遭受到了沙宝的家庭暴力，之后便是10几年的受暴经历。而且沙宝他有酗酒，也有赌博的恶习，酒喝醉了，赌博输了，就会对这个海花进行家暴。最严重的一次是沙宝拿着刀追杀海花，所以海花当时情急之下跳到了他们这个家乡的湖边的一个芦苇荡里面在芦苇荡里面躲了1个晚上。而且更让我震惊或者是说难过的是，在整个的海花遭受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屏蔽的。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会跟他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都是这么忍过来的。”他的哥哥跟他说：“你还是要好好跟你丈夫过日子。”因为当时海花和丈夫是住在集体宿舍，他的同事经常听到海花被家暴的惨叫的声音，但是他们只是认为海花的惨叫打扰了他们的休息，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家暴，也没有人想到要会报警。那么他的领导跟我说，他说他现在也非常的后悔因为一个是同事跟他抱怨说海花的惨叫影响休息，而且第2天看到海花这个鼻青脸肿的来上班，他只是问了问海花要不要休息一下，但是没有人想到需要去给海花进行报警或者给他提供相关的支持所以他的社会支持是屏蔽的。那么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还是对此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去会见海花那么在看守所，我跟海花有了将近2个小时的会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海花多次提及这个沙宝的赌博、酗酒恶习，甚至多次提及他的出轨行为。但是让我很不解的是，海花并没有提及他多年的遭受家暴的经历。所以我问他，我说沙宝对你又打又骂，你是怎么想的？海花跟我说，
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家暴，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报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命。海花的这样一个回答让我非常的震惊。所以呢，我回到北京以后呢，翻阅了很多的心理学文献，也请教了相关的专家。那么我理解到，这个是海花的一个自我防御的机制的这样一个体现。因为一个人在遭受严重创伤的时候，那么这个创伤严重到他不得不自动的屏蔽这些创伤，并不是他真的忘了这个创伤，而是这个创伤太重。重到他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是选择性的遗忘，而且很多的时候，对受害人来讲，他的这样的一个遗忘是他自己的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所以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更加心疼海花，我也觉得一定要全力的帮助他。那么海花将丈夫杀死，这无疑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啊。但是呢，我们国家刑法第232条对故意杀人罪呢有2档量刑。第一档属于叫情节较轻，是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那么第2档是叫情节较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那么我当然是希望海花是在第1档。当时海花是先用铁棍将沙宝的头打开花，之后用菜刀将他的颈动脉割断。那么要2种凶器杀夫的海花，如何说服法院认定他是情节较轻？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困难，而且并没有正当防卫的情节，因为当天晚上沙宝并没有对海花实施家庭暴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和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李桂梅律师呢，也是精心的来去设置了我们的辩护思路，也用尽了所有的法定酌定的从轻减轻量刑情节。比如说海花有自首，沙宝有这个家暴行为，它是属于严重过错。这个受害人的家属沙宝的父母谅解海花，还有海花有4个未成年子女和双方的老人要抚养。那么而且海花悔罪认罪，态度很好。那么我们把所有的可能的这样一个诉讼策略都用完以后，我依然觉得说服力不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转机突然来了，我们拥有了2大利器。那么第一大利器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2015年3月两高两部发布的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意见，在第20条它规定，对以暴制暴的这样的一个被告，在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较轻？其中它规定说，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那么海花无疑是符合这个规定的，所以那么我们也把这一条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诉讼辩护思路那么在法庭上予以表达。那么第2个利器就是专家辅助人。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专门邀请了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反家暴专家出庭作证。那么他在法庭上阐述了家庭暴力的一些特征。那么他特别的阐述了说，为什么以暴制暴的家庭暴力受害人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么他是这样表述的，他说他足以相信，如果不杀死对方，对方就有可能杀死他。为了避免更严重的侵害，那么他往往会在对方丧失这样的一个反抗的情况下，采取最极端的手段。那么我们这2大利器事实上是发挥了作用。庭审当天呢，法庭就做出了当庭的宣判，认定海花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当海花听到5年的有期徒刑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就跪在了法庭上，失声痛哭。我知道
这个是他非常激动的眼泪，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可以跟他的孩子团聚。那么这个案子呢，也是我们国家首次适用刚才我说到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意见的首案，也因此本案入选了中国反家庭暴力10大典型案例。尽管我们国家有了反家暴法这样的一个专门法律啊，但是在反家暴的司法实践当中，还是面临诸多挑战的。比如说，法院对家庭暴力认定比例很低，仅20%左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数量不高，签发率也较低。那么我们有一个2022年最高法的一个统计数据，说2022年的签发率是过去4年的总和，但是也仅仅是1.3万份。那么平均到全国3000家的基层法院，平均每个法院的签发率是个位数。所以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家庭暴力的发生率。那么据第3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家庭暴力发生率是24.7%，而相关的数据也显示，每7.4秒就有1位女性遭受家庭暴力。这么庞大一个数字，对应的是这样一个1点几万份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量啊，所以不足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庇护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激活。那么庇护制度呢，也是对严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一个有效的保护措施。虽然我们国家很多的这个救助站都有庇护中心，但是因为门槛比较高，专业服务不足，而且它的这个接待的时间比较短只有10天，所以造成它的空置率很高，但是需求量又是很大的，所以是一个悖论。那么还有就是基层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的数量也会比较低，很多的地方到现在为止，公安机关就基层的派出所没有出具一例的告诫书。我们首个告诫书获得的这个告诫书是反家暴法实施5年后。刚才我说到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司法困境，事实上在性侵、性骚扰案这样严重的性别暴力的这个表现形式当中，也同样是有的。我们办理的500多起的案件当中，大概1/4是涉及妇女儿童的性侵和性骚扰案件。这个数字低，并不是说这个它的发生率低，而是说与家暴相比，性侵、性骚扰的受害人更难发生，更难维权，而且也更难获得法律的救济。那么近些年呢，关于学校、职场的性骚扰，就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也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职场性骚扰或者是高校性骚扰进入诉讼的案件非常少。那么未能进入到诉讼，就说明没有办法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和救济。即使是进入到诉讼那么让受害人不安的是呢，由于跟家庭暴力一样的存在举证难、证明标准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困局，所以性骚扰的胜诉率依然比较低，不到30%。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性骚扰的受害人他可能付出的代价会非常大，比如说会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污名化，比如说会有非常严重的 PTSD 症状，比如说还会面临被迫的辞职，甚至离婚和分手。所以这样的一些困局又反过来会影响受害人的发生。这些年其实性骚扰的这个法律的进步其实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跟这些年我们在现实情况的变化，我觉得似乎是一个平行线，并不交融。这说明就是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土法不足以自行。那么只有我们能够给受害人更多的社会支持，然后给施暴人或者是骚扰者更严厉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才能够真正的让更多的受害人敢于发声。这些年呢，原众也一直在努力
那么我们目前是有将近20个省市的近200人的志愿律师团队。那么在2014年，我们就设立了首个专门对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的热线1770-124-2202。那么在2016年呢，发起成立了给他无暴力未来的对受害人的紧急救助金。那么在2022年，我们开发了全国首个反家暴小程序。那么在就20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还是蛮有感触的，就是数百名女性以案件当事人的身份走进到了我的生命中。那么她们的境遇让我难过，她们的勇气让我感动。那么与其说是我给她们支持，更不如说是我给她们人生的支撑，或者是说我们彼此的支撑。那么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历程。他们的故事呢，应该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缩影。所以呢，我把我和他们的故事呢，也写进了《走到春暖花开：一位女律师办案手记》这一本书当中。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发声，有更多的人能够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也希望终有一天，我们每一位女性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没有恐惧的、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为没有歧视和暴力的世界而努力，因为我们既是这其中的建设者，也是未来这样美好世界的享受者。所以大家共同加油吧！谢谢。